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的苏邦加耶，不过一般上大家都会直接称呼它为苏邦。那么苏邦加耶是什么意思？苏邦其实是耳环的意思，可能当年在划分这块区域的时候，划分出来很像耳环。那么加亚就是成功了。不过它用在地理的时候呢，可以是广场或者是区域。在苏邦加耶，它的社区一般上会有2个代号，一个是 SS， 还有一个是 UHJ。像苏珊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就叫做 SH14。在雪隆区主要有3大机场，分别是 KLIA、KLIA2 这2个机场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是苏邦机场。苏珊刚刚就有看到有很多的飞机飞过。苏珊现在就来到了 SS17，这里有一个住家式的隐藏小店，走，我们进去。Apa yang one masalah chat? That's all. Alamak, the next time they come. Yeah, another year. Oh, they come back for Chinese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I assume they train in the 刚刚老板娘有告诉苏珊，他们正在准备搬去新的店铺，因为他们住家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麻烦，他有一些顾客会 parking 在邻居的家门前，就造成了别人的困扰，所以目前这里只做 take away， 没有的做 dine in。苏珊点了2个，一个是有蛋的阿邦，然后它那个是椰丝三巴，还有一个是没有蛋的，然后这一个是蔗糖。我们先来试看这个有蛋的版本，苏珊叫双蛋。哎，先试看它旁边这个料，很清香哎。苏珊的想象本来是很重口味的，然后它的椰丝跟它的辣红是那种比较fresh 的那种口味。苏珊觉得用手吃比较快，先试看它饼皮。它饼皮很香哎，全部是出苏珊的意料以外。苏珊有稍微了解过阿邦这道食物，它其实是用米浆还有椰浆混合去制作的。这个的椰浆香味很香，然后它是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甜，就很舒服，整个吃起来。现在是看吃中间的部分，直接上手。它中间部分的口感是比较软糯的，然后旁边是脆脆的，所以结合起来它的口感是很丰富。它上面撒了很多是黑胡椒，很香诶，这样子的搭配。再加一点这个椰丝，很好吃。哎呦，邪恶的蛋黄，来一颗，非常疗愈的一口，看能不能解决它。马来西亚人最爱的蛋的熟度就是半生熟蛋，然后再加上它的蛋黄是这种橙色的，苏珊猜它应该是用干蹦蛋，所以它蛋黄的那个蛋香味非常的浓郁。真的是要2个蛋，它的蛋香跟这个饼皮混合起来，脆脆甜甜的，然后又有黑胡椒的那个 flavor 在里面，很香。来试试看它的玛莎拉菜，就是玛莎拉奶茶。苏珊喜欢这个味道，它其实就是奶茶，但是它加了香料去煮。那个香料的味道好像是有丁香、八角、桂皮，然后喝下去它会有微微的辣。苏珊还看到 menu 上有一个是玛莎拉咖啡的版本，不过今天苏珊就喝奶茶。这个是蔗糖，然后是 blend 的，没有鸡蛋，所以苏珊可以做一件事，刚刚想做很久，就是把它折起来，用手这样子吃。饼皮的部分跟刚刚那个一样，很脆很香。刚刚那个阿邦它是属于咸口的，
虽然饼皮是甜的，但是它基本的调味是偏咸的，像黑胡椒啊，然后鸡蛋啊，然后coconut sambal，然后这个是甜口的，它的甜是属于很舒服的那种甜，然后它的蔗糖哦，不是那种齁甜，是那种你咬下去很舒服，然后你整个口腔啊都是那个蔗糖的味道，然后你的嘴巴就开始生津。最后一口，真的非常好吃，在苏珊的心目中，目前吃到的印度餐，这个是第1名。然后他的老板跟老板娘都非常友善，就是每一个来的顾客他都会问，哎，你叫什么名啊？你来自哪里啊？是很真诚的，然后又问你，哎，今天过得怎样啊？非常 nice， 就是你会感觉这个人他是很真心、很热情的。Thank you. So you guys this morning to USJ 11 好，完食，苏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试试看，但是目前只能做外带，不能堂食。然后苏珊刚刚有跟老板娘再确认，她说应该就是下个月会搬去 USJ 11，距离这里大概5分钟的车程。姜蒸汤面，苏珊点的是鱼的，这一碟10块钱，上面有水豆腐、鱼片，这个是枸杞，然后这个是姜，还有金针菇。See you tomorrow。它的面条是像奶饭这样的，不过是比较幼。吃一口。它整体吃起来像鱼头米粉。不过它的汤有一点像熊痛拉拉那种，然后喝下去那个汤头会有很明显喝到绍兴酒的味道。来口鱼，苏珊刚刚有看老板是怎么制作的，它其实就很简单，他煮了一锅高汤，然后把材料放好，浇那个高汤，然后拿去蒸。虽然是很简单的动作啊，但是蒸你的那个手部要抓得刚刚好。它的面条哦不会过于软烂，然后它的鱼啊的嫩度也是刚刚好的，还不错。牛腩饭上面满满的牛杂，苏珊上次在吉隆坡吃的是广式的。这个呢是蜗牛式的婆罗洲，它的面条也是属于奶饭的那种，但是它是粗的，刚刚那个蒸汤呢是细的。它的汤头，苏珊刚才看哦，感觉上是浓郁，但喝下去哦，它是很清香的，然后但是它里面哦，又很浓郁的那个牛的味道，非常的 Q 弹。软软的，苏珊吃着啊，发现它非常像在吃什么干捞老鼠粉，但是它是有汤汁的干捞老鼠粉，然后有牛肉的。婆罗洲大家可能听着会有一点陌生，但其实它就是东马、沙巴跟沙拉瓦，但是沙巴跟沙拉瓦只占了其中的1/3，另外2/3就是它的下面是属于印尼的。然后在沙巴跟沙拉瓦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是文莱。然后整个婆罗洲它其实是世界第3大的岛，它也是唯一一个有3个国家在一起的岛屿。完食，这家店叫永盛咖啡店，在 USJ 14。刚刚吃的姜汤蒸面是10块钱，然后婆罗洲牛腩粉是13块。提到波妞这个词，苏珊就想到苏珊在大学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叫沙达波妞，他们是以沙贝琴为主，就是沙捞越的乐器，然后搭配其他乐器去演奏，非常好听他们音乐。而他们在当年也是唯一一个进到 Asian Got Talent 半决赛的马来西亚队伍。走，我们去下一家吃。
胡辣姜泡。这里是 USJ9，然后苏珊买的这个叫做布杜麦样印度蒸米粉，它的隔壁就是上次在那个巴萨有吃过的布杜比林，也是布杜哦。然后这家店它是在USJ9的 Shell 油站隔壁 Petronas 油站的对面。好，它有3种糖，一种是马六甲椰糖，还有一种红糖。还有一种就是苏珊买的这个混合糖 mix 的，它这样子一 set 是5块钱，它就是一片一片的。你看这个米粉这样子是一片。各位，苏珊有洗过手啊，要保持卫生。吃个狗送了先，苏珊很久没有吃这道食物了。它就是蒸米粉。我们来包一个比较好看的，椰丝在上面，哎，然后这个是马六甲椰糖加红糖，是不是很好看？好啦，苏珊不擅长包。它就是一道很简单的印度小吃，米粉啊，里面包着椰丝，然后还有红糖跟椰糖，就甜甜的。然后一般上米粉都是咸口的嘛，这是甜口的。我要一个南乳，一个生肉，生肉没2秒，叉烧，一个叉烧，一个南乳。酱油海鲜茶餐室，但是苏珊这样看了一看啊，好像没有发现有跟海鲜有关的食物。然后苏珊是为了她的手工包而来的，好，试试看。这个是南乳包，哇，看到整块肉的哦，它的猪肉的嫩度刚刚好，不会柴，然后咬下去吃到淡淡的南乳香，然后是咸咸的，咸香咸香，然后它的面包皮啊，它的这个包皮啊，有一点带甜，很松软一下，你看压下去不会扁扁的，很不错。刚刚苏珊本来要点它生肉包，卖完了，它生肉包蛮火爆的。然后这是叉烧包，哇，它叉烧颜色很美。一般上叉烧包我们看到它的肉会比较碎，它的这个是整颗整颗的。哇，叉烧包我觉得超过南乳包，很好吃，它有一点像辣瓜的味道。然后它的酱汁很舒服，甜口哦，也不是太甜的，就是很顺口啊，超级无敌好吃。一般上的叉烧包啊，它的调味都是调甜口的，但是它这个除了甜之外，它整个都是鲜香鲜香的，很少见，很特别。这个是冬菇炸猪肠粉，苏珊有看到它也是有卖苏珊在吉隆坡吃的那种红酱的，诶。可是看到冬菇炸觉得更特别，然后它是冬菇，然后有放炸虫，然后也是有浇了一点红酱，搅拌搅拌。哦，这个好吃，也是推荐。它的冬菇的味道很香，然后那个红酱哦，它其实
就是跟甜酱很像，但是它多了一股香味，可能是南乳的味道。哦，整个搭配很好吃。它的这个炸葱啊，生来之笔。刚刚苏珊本来看是外籍老公在卖的时候，信心有降低一点了。哎，人不可貌相，好吃。这里啊，给苏珊感觉哦，非常像新加坡的猪。然后新加坡的猪底下也是有卖吃的。然后苏珊有一次就是去找大姑吃饭嘛，在新加坡。然后我们也是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吃饭，非常像那个感觉。然后隔壁还有小小的秋千这样子。它的猪肠粉啊是属于比较厚的粉，我们在吉隆坡吃的那个是比较幼的。它里面还有放了肉碎，好吃好吃。完食，是的。刚刚的水是2杯4块8，然后猪肠粉是6块，那个手工包2个是8块半。然后它的味道啊，整个都是很勾炸比，环境也是很勾炸。然后苏珊还看到很多手工的，像手工包啊、手工板面。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招牌，就写它是有手工云吞面。谢丽，我要迪士尼。苏珊打包了手工叉烧包回家，太好吃了。这里呀、给苏珊感觉真的非常像新加坡老区祖屋。这里也是一样，是马来西亚的祖屋楼下。苏珊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看到有这样的地方。当年啊，马来西亚还不是马来西亚的时候，当年叫马来亚。新加坡、沙巴跟沙拉瓦啊，这3个就有加入当时的马来亚，组成了马来西亚。但是几年后啊，新加坡就脱离了马来西亚，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苏珊记得当年有保留一些影像，苏珊看过，当年的新加坡过得还蛮困苦的。然后沙巴跟沙拉瓦就成为了马来西亚的邦，但是后来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啊，就降级成为了州。但是近几年啊，它又恢复了邦的这个地位。苏珊在这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叙事方式，大概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国家体系。在马来西亚其实有分为联邦直辖区、州跟邦。联邦直辖区它就是直属马来西亚管理的，那么州它其实也是under马来西亚，但是它有自己的一部分自治权。邦它就更高一点点的地位，它就是有一点类似跟马来西亚合作的关系，但是它又under马来西亚。苏珊小时候啊，会采这些花，然后它的根有一点点的花蜜，然后吃了甜甜的。但是后来听大人们说啊，这个花蜜吃多了会变哑巴，就不敢再吃了。这家叫蒙风港式点心，在 USJ 21，它是少有的晚上也有营业的点心楼。早上的营业时间是7点到4点半，然后中间休息一段时间。晚上的营业时间是6点到晚上9点半。喝菊花茶，满地伤。你的笑容泛黄。这里有配一个小铃铛，各种功能都有。这里有配备3种酱：辣椒酱、甜酱、干味锅。先来一个咸蛋黄的流沙包，一口。很香的咸蛋黄。吃这个黄金流沙包有一个技巧，你不能正面拿，你要反面拿，它就不会流出来。它是甜口的，然后你吃进去哦，它是有咸蛋黄的香，
应该是加了奶牛，然后你咬的时候哦是需要吸的，它的汁就在你的嘴巴里面布满整个口腔。在造型上啊，最吸引苏珊的就是这个紫心萝卜仔 （sweet potato roll）。它好像是番薯包番薯，橙番薯包紫番薯，它里面哦软软的，外面脆脆的，还不错。造型真的是很像萝卜。韭菜，紫心萝卜仔很适合什么时候点？带小朋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小朋友可以抗拒它的造型。这个紫心萝卜仔哦，它的甜度，它应该是使用回番薯本身的甜度，没有添加任何的糖，所以它的甜会比较淡，所以蛮适合小朋友跟老人家的。这个是肠粉脆米卷，然后它的内馅是鸡跟虾。本来苏珊有一点忘记点了什么，但其实它很贴心，它的 menu 上面啊，每一样食物都有标记它的馅料是什么，然后它的样子是怎样的，它叫什么名字。它吃起来有一点像你在别人的婚宴吃酒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有一个叫五福临门，它的其中一样。它外面的这层皮有一点像鸡胧饭，然后它里面这个脆脆的不确定是什么，然后它内馅是虾，可是它虾中间还有一个类似咸蛋黄粉粉的质地，蛮好吃的。然后它的酱汁调的有一点类似酱油混糖，甜甜的。接下来是小笼包。这个小笼包它的皮刚刚被风吹的有一点干了，所以苏珊建议大家来吃的时候，第一样先吃小笼包，然后可以来一点点醋。苏珊目前为止吃了它的点心啊，都觉得它的点心的调味都是抓得非常刚好的，都不用怎么沾酱，然后它的咸度啊、甜度啊，它都不是做重口味的。可能比较偏广式的那个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点。接下来这个是青龙菜饺，应该就是用青龙菜做的外皮，然后里面的馅料是虾子。苏珊点个酱，辣椒酱跟甜酱。凤凰咸蛋麦啊，其实就是咸蛋的烧麦，它的内馅是猪肉跟虾。苏珊有一个吃点心的小技巧可以教大家，你如果吃点心。你每一轮都几样点，不要一次过点到完，不然有些凉了它的风味就没有这样好。它的内馅哦，除了一般上秀麦有的馅料，它还有放了一点点的咸蛋黄，还有香菜。这个是鱼皮饺，哇，看起来它就是用鱼丸包啊，试试看。这个很好吃，苏珊非常推荐你们来试试看这个，可以加点醋。不沾醋比较好吃。这个它其实就是把鱼丸当做鱼皮的概念然后它包里面的馅料是虾跟猪肉。然后它的鱼皮的口感哦，是有一点像鱼面这样子的，它是比较像那种手工打的，会比较像皮的概念，它不是那种 Q 弹。这个推荐。完食吃的非常的饱，然后这间店它其实有分2个区域，一个是没有冷气的，一个是有冷气的。苏珊今天就坐在冷气底下吃个点心然后它这里也有卖冷冻的点心，去结账。刚刚一共吃了79块钱，苏珊最推荐的就是它的鱼皮饺，然后流沙包跟上汤小笼包也不错。苏珊建议大家来吃它的点心都不沾酱，除了那个肠粉脆米卷
啊，那个一定要沾它的酱，因为它的酱啊真的是很搭配。如果你今天在附近啊，然后想吃点心啊，可以过来啊，尤其是晚上啊，晚上要找点心楼啊，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好了，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到这里，就说一声拜拜。